兄弟们，我又带着恐怖片来了。今天继续俄恐系列，《绝命第19排》。这是一部集悬疑、惊悚、科幻、悬念、反转为一体的高分电影。只有看到最后，才能发现故事情节层层相连。影片一开始，画面先是给到了一架飞机，一对母女跟乘务员要来一杯咖啡。女儿阿珍困意来袭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站。妈妈耐心地劝她先睡上一觉。可是过了没一会儿，阿珍一觉醒来以后，妈妈却消失不见了。飞机这时也发生了剧烈的颤动，她一转头还出现了一个神秘的老太太，她双眼煞白，死死盯着阿珍，看起来像是一个邪门的巫婆。没多久，飞机就发生了故障，不出意外，很快跌落在地失事了。阿珍转眼也变成了阿富汗难民。奇怪的是，整架飞机仅有她一个人生还。本次事件还登上了头条，没人知道事故发生的原因。直到20年后，阿珍长大成人，她也生下了一个女儿小美。在接受专访的时候，她已是一名心理医生，并且坦白自己已经克服了对飞机的恐惧，马上就要跟小美搭乘飞机看望爷爷。也许之前的事故就这样被她遗忘了。夜晚，机场进入了指定的航班，两人登上飞机以后，偌大的机舱竟然空荡荡一片，后排的座位像是有什么魔力，吸引小美毫不客气地坐了下去。阿珍要她遵守规矩，不是自己的座位不要乱坐。机场道路开始清障，阿珍望着忽明忽暗的灯光，内心还是一阵恐慌。就在飞机即将起飞的时候，她还是一脸紧张地躲进了卫生间里，喝完一片药后赶紧洗脸缓解一下压力。这时门外突然传来母亲的催促声，当她打开门后，出现了神奇的一幕，这是她小时候的房间，母亲好像在房间催促她快快醒来，这个声音像是来自卧室。等她再次打开门后，又回到了现实的机舱里，她刚回过神来，身后竟然有个人影。阿珍又一脸好奇地走了回来，正在这时有人拍了她肩膀一下，原来是乘务员小姐到来，提醒她赶紧回到座位上。飞机终于安全起飞，驾驶舱内的乘务员看起来十分诡异，好像正在期待着什么事情发生。飞机很快上了云端，机舱里所有的乘客全部睡着了，阿珍跟女儿小美也不例外。就在画面给到舷窗的时候，窗外出现了可怕的一幕，不知哪里冒出无数只鬼手，包围了机身。阿珍依然安静地睡着，只是她突然又进入了梦境，母亲正在跟她共进晚餐，她还提到了腿部的伤口。等到母亲也安然入座以后，阿珍在镜子中发现了母亲真实的面貌，已经被碎片炸得惨不忍睹。她顿时放下了手中的餐具，询问母亲不是死掉了吗？母亲却安慰她说，那是3个月前的事了，飞机当时只是遇到了乱流，根本没有任何事故发生。母亲直接拿掉了阿珍的碗筷，满脸气愤地前去水池洗碗。就在阿珍还一脸难以置信的时候，母亲开始产生了变化。突然一张可怕的人脸惊醒了睡梦中的阿珍，原来飞机上这时真的遇到了乱流，之后又开始剧烈的颤动起来，后排一个老头的心脏病复发了，阿珍赶紧跑过来帮忙，他亮明了医生的身份，所有人按照阿珍的指示放平了老头，他们先给老头做了心肺复苏，阿珍又给老头贡献了一口人工呼吸，老头接受香吻以后，终于不负众望地活了过来，他像是被某种生物附身，双眼煞白袭击起阿珍。其他人根本没有看到这一幕，一切都好似是阿珍一个人的幻想。面对老头不断的喘息抽搐，大山询问阿珍接下来怎么办，但他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对面，一只干枯的手爪伴随着一个恐怖的黑影远远注视着几人。老头最终被这一阵耽误直接死囚了。还没等几人从悲痛的情绪中走出来，飞机又遭遇了强气流，乘务员禁止阿珍乱动，在他前去帮忙查看小美的时候，被来回晃动的飞机弹飞了出去。阿珍眼见女儿没事，恢复了平静，一阵强烈的吸氧过后，她又来到了飞机出事的当天。这次不只有巫婆，睡眼朦胧中还看到了画画的文艺青年。一阵恍惚过后，机舱恢复了正常。阿珍跟大山解释她看到了什么，就像20年前出事时看到的老巫婆一样。老头死掉的那一刻，也对他进行了咒语轰炸。他感觉老巫婆的再次出现预示着危险即将到来。剩下的几人把老头放到了最后一排。阿珍走过来对老妇人进行了安慰。诡异的是，小美画了一幅图，她表示母女2人应该坐在这个位置。飞机又飞行了一段时间，顶部有一瓶乙醇洒落出来。文艺青年这时还在作画，嘴里不停嘟囔着什么。阿珍感觉这架飞机很奇怪，为什么出了这么多事一直没有机长讲话？这时女儿告诉她身后有个女孩。阿珍转身望去，突然一道黑影闪过，吓得她差点瘫软在地。由于暴风雪持续增强，飞机不得不更改航道，他们将会在距离最近的机场降落。听到这里，阿珍神情变得无比惊悚，原来20年前就是要飞往这个城市。西装男已经按耐不住性子，
他对行程的改变十分不满，于是他也不顾及其他人的感受，掏出香烟就要点燃猛吸2口。阿珍注意到时已经为时已晚，与此同时顶部的乙醇也开始向下掉落，伴随着刚才遗落的氧气瓶，熊熊大火瞬间引燃了男子的全身。在众人紧急救火的过程中，阿珍却在火焰中看到了老巫婆的身影。没一会儿，大火终于被几人扑灭了。等他们掀开毯子以后，男人已经化为了焦炭。这时阿珍又被那个可怕的黑影一路指引来到了一处窗户前，这次黑影带她回到了跟女儿出发的前一天晚上。阿珍已经后悔了当初的决定，准备不再带女儿去看望爷爷。两人进入卫生间洗澡的时候，她也把药扔掉了。等她出来以后，不知不觉走向了猫眼儿。黑影遮住他的眼睛，又回到了20年前出事的当天，并且前边有很多挣扎声。阿珍一阵眩晕，苏醒过来，她开始四处寻找女儿。等她打开门后，她竟然一脸诧异地跪在地上。原来这一切还是阿珍的幻觉。大山走过来叫走了阿珍。他们遇到了棘手的事情，没被烤熟的西装男呼吸道阻塞了。在全力抢救的时候，一旁的文艺男还在乱写乱画。阿珍气不打一处来，指责他的同时，后排的老太太受不了干扰，准备前往卫生间里。临走时还不忘给阿珍抛了一个媚眼。最后西装男看了一眼全家照，还是安静的离开了。转身阿珍就来到了卫生间，他认为老太太进去太久没有回音，想必是出了什么事情。但是2名古怪的乘务员对他一顿斥责。等他们打开门后，里边却空无一人，就连阿珍也怔在了原处。飞机很快就要降落，他也不得不回到座位上。心脏病复发的老头突然睁开了双眼，阿珍顿时被那个漆黑的手爪摁在座位上。他发现这排座位的数字是19，也是当年出事的座位。幻觉再次消失以后，阿珍想到了什么？他认为一定要脱离后排，不然只会重蹈覆辙。因此他强迫女儿快跟他走掉。大山眼看小美被阿珍这突如其来的行为吓到，赶紧起身劝解。不料这时他的眼睛里流出了鲜血，乘务员也刚好前来阻止，不知为何还没开口就站在原地抽搐不止，嘴里不断喷涌出大量的山泉水。直到双眼泛白，终于饮恨了西北。最神奇的还是文艺男，原来他的图画里记录的全是阿珍看到过的东西。阿珍还没弄清怎么回事，文艺男竟然就自然消失了。这瘆人的一幕更加坚定了阿珍离开的决心，他立即跑到了出口处，大山紧随其后朝他走了过来，嘴里说着这样做全是为了保护阿珍。阿珍有些不解，还没等另一名乘务员开口解释，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把他打飞了出去。紧接着大山的脑袋也浸满了鲜血，似乎上帝在阻止两人天机不可泄露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阿珍拼尽全力撞开了出口，却不料走进来还是之前的地方。他也没时间多想，带着女儿走到尽头又打开了一间，但是他们好像陷入了无限的循环，无论怎么开门都是原来的地方。直到走出最后一间，阿珍总算突破了循环，但他回头发现小美不见了。转过头时，小美已经坐在了前方的座位上。就在阿珍刚要把心放下来的时候，那个黑影又出现在小美身边。他害怕小美发生危险，所以快步朝着黑影跑去。这一刻，所有答案全部解开。原来阿珍一直没有离开过出事的飞机，只是她现在所有发生的事情才全部都是自己幻想出来的。巫婆心存善念，她一直控制阿珍不要睁开眼睛，因为不想让一个几岁的孩子亲眼目睹飞机上的死亡状况。只是阿珍一直在挣脱梦境，想要苏醒，所以她才会一直在现实与幻想中徘徊。老巫婆已经无能为力了，只能跟阿珍做了最后的道别。女儿这时也说出了实话，原来她也一直试图挽留阿珍留在自己的座位上。这一切都真相大白以后，下一秒阿珍终于被拉回了20年前的现实世界。飞机此时已经支离破碎，她的母亲在混乱中倒下了。大山为了拯救母女二人，不幸被碎片击中了脑袋。原来大山就是这样死掉的。在阵阵惊险刺激的危险场面之后，飞机也迎来了最后的迫降。海面上倒映起乘务员死亡的惨状，还有一片片七零八落破碎不堪的遗骸。唯有阿珍母女二人在最安全的座位上醒了过来。